20号这天，日历上印着520，街边的花店早早摆出了新到的花束，空气里好像都飘着些轻盈的关于爱意的暗示。就在这平常又特别的一天里，一则消息悄悄传开，没有铺天盖地的通稿矩阵，也没有刻意铺排的热搜造势，却像一颗投入静水的石子，漾开了一圈又一圈，让人忍不住驻足回味的涟漪。王一博发起并主导的个人纪实节目《探索心境》第2季，拿下了第47届泰利奖系列纪录片类的铜奖。说起来，这已经是他连续第2年站到这个奖项的领奖台上了。去年第1季捧回金奖的余温还没完全散去，今年又稳稳地添了一枚铜奖。很多人看到这儿，第一反应大概是惊讶，但如果你慢慢了解过这背后的来龙去脉，或许会发现这份成绩单来的一点都不突兀，它更像是一个人沿着自己认定的路，一步一步不疾不徐走出来的必然。你可能听过美国电视界奥斯卡这个说法，指的便是泰利奖。从1979年创立到现在，它其实一直保持着一种老派的固执，不看出身，不看来头，不跟你谈过往的票房或热搜数据，每年全世界超过12000部作品递上去，最后能挤进中评的，连1成都不到。坐在评审席上的是200多位在国际影像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行家，他们看东西的眼光往往很直接，也很苛刻。镜头会不会自己说话？故事有没有骨头？创作的人是不是真的把自己交出去了，而不是站在安全区里比划几下？在这样的尺子下，拿一次奖已经算是万里挑一的认可。连续2年，以个人主导的项目接连叩开这道门，在国内的演艺圈里确实是头一遭。这背后当然有运气的成分，但更多的恐怕是那种愿意把时间耗在看不见的地方，愿意跟粗糙的真实死磕的笨功夫。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和爆，恨不得3天造一个神的时代，有人愿意慢下来，去拍一部不讨好、不迎合，甚至有点自讨苦吃的纪实片，本身就是一件挺难得的事。他不急着向谁证明什么，只是安静地把镜头对准世界，然后等世界慢慢给出回音。探索心境这个系列从一开始就跟那些热闹的明星综艺不太在一个频道上。他没有精心设计的游戏环节，没有提前写好的反转桥段，更没有那种为了出圈而刻意制造的冲突。他的底色是实打实的硬核。第1季的时候，王一博把脚步留在了沙漠、海岛和热带雨林里，镜头跟着他，记录的不是滤镜堆出来的风景，而是汗水砸在沙地上的痕迹，是面对未知时那种真实的局促、沉默，以及偶尔迸发出的兴奋。到了第2季，他把目光收拢，只盯着一件事：攀岩。整整6周，在北美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公路之旅。从零开始学运动攀登、深水抱石、大岩壁5种专业门类，一样样啃下来。你想想看，一个习惯了舞台灯光、镜头调度和精密流程的人，突然把自己扔进悬崖峭壁之间，手脚并用，指尖磨出水泡，呼吸跟着岩壁的起伏一起急促，那种感觉大概只有真正试过的人才懂。片子里有一个镜头，他徒手攀爬，石手一滑，整个人直接坠向海面，没有剪辑修饰，没有慢镜头渲染，就是那种猝不及防的下坠和随后浮出水面时大口喘气的真实。看到那儿的时候，你会突然明白，褪去所有光环之后，人面对自然和极限时，其实都一样脆弱，也都一样勇敢。明星的身份在这里帮不上忙，能依靠的只有肌肉的记忆、呼吸的节奏和心里那点不肯松手的执拗。节目里有一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反复提起，写在了社交平台的动态里，也藏进了不少人的备忘录：痛苦会在到达顶峰后消失。听起来像是一句简单的安慰，但放在那片荒野和岩壁之间，它就有了沉甸甸的重量。那不是坐在空调房里熬出来的鸡汤，而是用一次次力竭、一次次脱手、一次次重新抓牢换来的体悟。现在的年轻人常常被各种各样的焦虑裹挟着往前跑，有时候停下来都不知道自己在追什么，只觉得喘不过气。探索心境没有试图去解答这些宏大的命题，它只是把一个人如何面对恐惧，如何在失控中寻找重心，如何在枯燥的重复里熬出一点光亮，原原本本地摊开给你看。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就是一种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笨拙与踏实。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他在腾讯视频能拿到9.9分的高口碑。分数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数字，它是成千上万个屏幕前的人用眼睛看完，用心跳共振后默默投下的一票。大家共鸣的或许不是某个人有多厉害，而是那种哪怕知道很难也愿意再试一次的劲儿。生活里的岩壁无处不在，有人选择在底部观望，有人选择在半途转身，
而他只是默默地抹了把手上的眉粉，继续向上够这份荣誉，赶在520这天落地，像是一份不期而遇的礼物。消息传开后，社交平台上很快就热闹了起来。有个话题悄悄爬上了热搜，叫除了王一博，没有人这样对粉丝。这话听着有点绝对，但细想又挺实在。在流量更迭像翻书一样的今天，很多追逐都是短暂的，应援的灯牌会暗，数据的曲线会跌，但有些人选择用作品去回应期待，用持续的进步去兑现承诺，这种踏实感确实比任何华丽的口号都来得长久。而在行业那边，华纳探索集团的副总裁魏克然·钱纳不止一次把这个系列当成跨文化传播的案例来聊。他说的挺朴素，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某个特定文化的符号，而是人类共通的体验。恐惧、坚持、突破、敬畏，这些情绪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找到回响。语言或许需要翻译，但汗水和喘息不需要。从演员到歌手，从赛道上的赛车手到纪实节目的发起人，王一博身上好像很少看到那种急于被定义的焦虑。他更像是一个不断给自己换考场的学生，每一次进去都不带预设的答案，只带一颗愿意从头学起的心。标签是别人贴的，路是自己走的，他大概只是觉得既然选了远方，就别总回头打量身后的影子。其实回头看这2年的路，挺像一场安静的破局。过去大家总爱把流量和实力放在天平的两端，好像选了哪头就得舍弃另一头，甚至习惯性的用怀疑的眼光去打量那些突然转身的人。但探索心境拿到的这2座奖杯，恰恰在悄悄改写这个等式。热度会散，话题会冷，热搜的词条明天就会被新的八卦覆盖。但当你把热爱变成一种长期的手艺，把每一次跨界都当做一次对自我的重新丈量，时间自然会给出答案。这个系列早就不只是他个人的探索笔记了，它成了一扇小窗，让外面的人看到，中国的年轻创作者原来也可以这么专注，这么较真，这么愿意把镜头对准真实的世界，而不是躲在安全的剧本里扮演完美。他不喊口号，却自有力量；他不刻意输出，却成了最好的文化名片。未来会怎样？没人能提前剧透。影视行业的风向总是变得很快，观众的口味也在不断流转。但有一点大概可以确定，只要那份对未知的好奇心还在，只要还愿意把手掌贴在粗糙的岩壁上感受温度，只要还愿意在镜头前保留那份不加修饰的笨拙与真诚，他的脚步就不会停。我们习惯了看人起高楼，看人宴宾客，却常常忘了，真正能经得起时间冲刷的，往往是那些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默默打磨自己手艺的人。探索心境的旅程还在继续，或许下一季会走向冰川，或许会潜入深海，又或许只是留在某座不知名的山里，继续跟一块石头较劲。无论镜头转向哪里，那份不疾不徐的节奏，那份愿意跟真实世界正面相撞的勇气，都会一直在。生活大抵也是这样，我们都在各自的岩壁上攀爬，有时顺利，有时脱手，有时站在半山腰喘着粗气，怀疑自己选的路对不对。但没关系，慢慢来。只要心里还留着一点不肯妥协的亮光，只要还愿意在疼痛之后继续往上够，顶峰的风总会如约而至。而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保持一点耐心，看着它在更远的地方，慢慢走出属于自己的轮廓。不急着要答案，也不急着下结论，只是安静地陪着这段路，等时间把一切慢慢酿出味道。